Hello，大家好，今天是元宵节，首先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元宵节呢，其实是中国新年的第15天，也就是农历的1月15号。那元宵节过完以后呢，中国的新年就算是正式结束了。元宵节当然要吃元宵，元宵呢我们也叫汤圆。汤圆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我相信你们也看到过，就是像这样一个小小的、圆圆的、白白的一个球，然后它里面是有馅的。那关于里面的馅呢，我稍后再跟大家介绍。我们中国人在元宵节吃元宵呢，是希望能够家人团圆，然后在新的一年呢生活圆满。这个汤圆呢，它是生的，还不能吃。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把它煮一煮。其实煮汤圆并不难，但是在上个星期，我在中国超市买汤圆的时候呢，有2个老外过来问我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还问我应该怎么吃，所以呢，我就突发奇想，干脆做一个视频吧。煮汤圆呢，我们先需要一个锅，然后烧一点水。那我就用这个我之前跟大家提到过的我的万能锅。那我用这个锅煮面啊，然后煮水果茶，还有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一款养胃的茶，我都是用这个锅来煮的。那我们先在锅里放一点水，然后放的那个水量呢，一定要没过汤圆，那你稍微多放一点也没有关系。我们来放一点水，一般呢我喜欢放的稍微多一点，这样的话煮起来比较的容易。这盒汤圆呢是我在中国超市买的，然后里面有16个。我记得小时候呢，妈妈都是自己包汤圆的。那自己做汤圆呢，就有一点点麻烦。然后汤圆外面白色的部分呢，是用糯米粉做的。然后在里面呢，你可以放不同口味的馅，比如说你可以放黑芝麻馅。豆沙馅，那这样的呢就是甜汤圆，因为它是甜的。然后呢，你也可以放菜或者是肉馅，那这样的汤圆呢就叫咸汤圆。那我个人呢最喜欢黑芝麻汤圆，我觉得这个口味呢是最经典的，所以我这一次呢我自己买的也是黑芝麻汤圆。我不太喜欢咸汤圆，因为我觉得口味有一点点奇怪。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水烧到什么程度了。水呢不需要等到它沸腾，就是不需要太热。当你看到水里面已经有一点小气泡了，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就把汤圆放进去。今天我吃几个呢？我们放5个吧。1、2、3、4、5，然后放下去的时候呢，记得要用调羹搅一下，因为呢这个汤圆特别容易粘在锅子的底部，如果它粘住了那就不好了，所以呢你需要时不时的去搅它。好，然后我们就等一下，可能呢需要等3、4分钟这样。然后你们看现在的汤圆是不是要比刚才大一些呢？然后等到这个汤圆浮在水面上以后呢，你就可以再加一点水，再加一点冷水。记住这时候的火呢不能太大，不然的话汤圆就会被你煮烂。然后等加完凉水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再让它煮一会儿，然后基本上再煮个2-3分钟吧。好了，现在像这样。你们可能看不见，像这样就差不多了。然后现在你们可以看到汤圆又比刚才更大一点了。然后我们把电磁炉关掉，然后让它在热水里面再待个1分钟。现在呢，我们就把汤圆盛到碗里，然后记得要加一点水。因为汤圆呢是很甜的，这个水呢，这个汤，不应该把它叫成水，这个汤可以帮你解腻。你看，就是这样的，一碗汤圆做好了。好了，我给你们看一下里面的芝麻馅。刚才呢，我已经咬了一口，非常的好吃，也非常的甜。然后里面黑乎乎的这个就是我说的芝麻馅了，非常好吃哦。今天早上呢，我妈还问我今天会不会吃汤圆。那像我这样那么爱吃甜食的人呢，元宵节一定不会错过汤圆啊。如果你没有尝试过的话，要记得去试一试哦。我觉得一般在中国超市你都可以买到汤圆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你们在回顾词汇的时候呢，我就去吃汤圆了。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应该已经吃完了，因为一共也只有5个嘛。正式，合乎一般公认的标准的，合乎一定手续的。老师宣布运动会正式开始。经过3个月的实习期，我终于成为了正式员工。今天是他第1天上班，他穿得十分正式。突发奇想，突然产生一个奇异的念头或想法。老师突发奇想，让我们拿着书本到外面去上课。我只是突发奇想，还不知道可不可行。干脆，形容词，表示动作行为直截了当，不拖泥带水。他是个很干脆的人。他办事很干脆。副词，所幸。如果他一直不回消息，干脆打电话给他吧。现在都这么晚了，干脆在我家住一晚，明天再回去。错过，失去机会。因为公司开会，他错过了女儿的生日。他错过了他最爱的女人。机会难得，你可别错过。好了，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你需要其他的中文听力材料的话，记得关注我的 Patreon， 因为我在上面呢有一个专门的板块是叫 Chit Chat in Chinese， 那每个星期呢我都会更新的。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